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非常本土化的卡拉 OK 啊，让您在里面唱起歌的时候欲罢不能。你看我像不像奔驰？你看我像不像奥迪？你看我像不像？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那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今天呢，带来一台比亚迪的全新车型，销量呢也还是可以啊，就是一个月也能卖1万多台的。我收这台比亚迪的汉。之前呢，比亚迪呢就一直用着这种朝代的名字去命名的。说现在比亚迪都出什么了呢？也跟小伙伴去梳理一下啊。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比亚迪的唐，大的 SUV； 比亚迪的秦，是一个轿车。然后呢，有比亚迪的元，是一个小一点的 SUV。我身后这个啊，就是比亚迪的汉。比亚迪的宋也是在汉之前的一个车型，现在应该就是这5个了，对吧？网传啊，现在比亚迪呢把所有的他妈唐宋元明清，一直注册到了民国。身后这台汉呢，就是它现在最新的一个车型了。它不仅仅有纯电的车型，还有一个 DM 的车型，就是我们说的插混的车型。价格呢是从21.98000一直到27.9500这样一个价格的区间啊。我们这一辆呢是电车的次顶配，是一个2驱版本，是因为电车呢它也是由2种动力配置啊，一个是2驱的，一个是4驱的。我们这个呢就是2驱的，售价呢是255800，那这个价格呢也是补贴之后的价格，终端呢基本上也是没有优惠的啊。行，这就是一个大致的情况。好，我们一开始还是老话啊，聊点外观。外观呢，依然是见仁见智这点事儿啊。我印象中啊，我们上一次拆的比亚迪车型呢是比亚迪的宋，当时也说嘛，他们叫做Dragon Face 啊，就是龙的脸，大概这一个设计思路。它也是请了一些国外的设计师去亲力打造的外观和内饰。到了汉这台车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几乎是没有继承之前任何的设计元素。说好的Dragon Face 呢，对吧？推出了一个您的设计元素，您就应该把它给继承上去，对吧？之前那个是一个大的 Dragon Face 那个脸，对吧？比亚迪汉变脸了，觉得这个就是变化有点太大了。当然呢，我相信啊，比亚迪呢一定有它的这种设计思路，对吧？可能呢全盘否定了之前的那些设计师，是不是？大灯呢也是全系都是 LED 的，前面是比亚迪的汉的中文，就没有比亚迪 BYD 这几个字了。前面这个汉的这个字呢是用的是小篆的字体，是一种很柔美、很流线的感觉，所以说也是啊，叫做有一番别的风味吧。如果这台车是一个 DM 车型的话呢，它的这一块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气格栅的，也是那种点状的啊。前面啊跟小伙伴去聊完了，我们现在呢去侧面跟后面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我们来到侧面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先说一下纸面数据，那这台车的轴距呢已经达到了2920，还是很大的一个车，并且呢它也是比较矮的一个车型。就我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轿车都往这方面去发展，就是很宽很长，然后呢很扁，就会给人感觉一种非常低的这种压迫感。侧后的这个45的造型和 A6简直了就是一模一样啊。前面依然是写的叫做 BYD Design， 叫比亚迪 Design， 我觉得应该叫做老外 Design 吧，可能会来得更贴切一点。它的门把手呢也是那种隐藏式的门把手，摁一下就会弹起来。钥匙啊，上面也是有几个按键的，锁车按键、解锁按键、后备箱的按键，还有一个远程启动啊，这个也是比较传统的这样一个钥匙，是可以把它打开啊，里面是有机械钥匙的，但是它这个打开的方式啊，真的是非常的独特啊。它的后面有一个小开关，往右一推，你可以把后面的这盖打开。通常情况下啊，就一步嘛，你就使劲往外拽吧，你把吃什么的劲儿使出来，它也是打不开的，是因为你的力量使错了。当你打开第一道的时候，你是需要再往前推，它后面是要把整个的后盖给打开，然后后面才是钥匙。哇塞，这个设计啊，您要是不看我们大飙车这个节目的话啊，你要是这车没电了能急死你。如果呢你想用钥匙去开的话啊，你是需要
摁一下前边，然后把后面抬起来。这时候呢，你在内侧啊会发现有相应的钥匙孔是可以去解锁的。正常使用来说呢，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现在很多的车型都有进场感应吧。当然我不知道比亚迪为什么没用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东西说实话成本不太高，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东西。因为毕竟现在自主品牌很多车都在用了，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的心里面它应该会有这个功能。其实后面的造型呢，我会认为比前面更出彩一些，它整个的灯啊都是有相应的这种呼应嘛。好，这边显的呢就是它的英文化的标识，比亚迪这3个字母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它这3个英文单词的手写，就是 Build Your Dreams， 铸造你的梦想吧。那也可以看到以前在比亚迪的车上面一直在有那一个唯一可以发光的 logo， 现在给取消掉了。不得不说啊，虽然呢开玩笑嘛，这根留没留住我们不知道啊，起码说呢，外国的团队过来以后，其实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几乎找不到之前任何比亚迪的影子了，除了这几个英文字母之外，后面啊真的该怎么说怎么说，还是挺好看的。不止一个人跟我聊了，第一，他们并没有看清楚这是一辆比亚迪，是因为除了在左下角有比亚迪3个中文字之外，几乎没有之前任何的影子了。所以说，在此基础上面，那些不明事理的小伙伴第一眼看上去，哇塞，这个车显得特别的贵，也特别的好。所以说呢，我不否认，在外观这一块，比亚迪汉是很成功的。好，那也是打开以后啊，这个阻尼呢也是控制的非常的舒适。OK。没问题，非常的舒适。好，我们看到有一个三角牌，但是呢，这个三角牌它的卡具的这个位置啊做的有点不太好，它会左右的晃。顶端呢并没有看见应急的开关，但是这台车的开关呢是有的，它开关的位置是在中央一直靠里有一个尼龙带，然后一蹬的话呢，也是一个应急开关的位置。然后呢，两侧呢是有护板，这一侧呢会看到有相应弹簧，并且可以看到有相应的液压挺杆。所以说，弹簧和液压挺杆在一起才会出现这种比较好的一个阻尼质感。先看一下空间啊，因为我们的小箱子已经放在里面了，把2个箱子并排推到最里面的时候呢，宽度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箱子其实挺大的，深度这一块就会差一些，将的把箱子放进去，但是呢，它不能完全的沉在里面，它是会有一点点露出来的，咬着牙吧，基本上是能够容纳4个箱子的。当然，这个箱子依然是我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能够找到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可以折叠式的箱子，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打开。不用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它合上啊，变成一个非常小的箱子啊，放在里面。那把箱子拿出来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空间了。那我们也是再看一下它下面有什么东西。首先有一个尼龙带，往上提就可以把后面的盖板打开，并没有一个额外的固定点，就是单手操作是比较困难的。顶端这块呢，还是有一部分吸棉的。下面呢，就是它一些随车的工具。首先气泵是有的，补车液是有的。这台车呢，它不是一个亏气保用的轮胎，如果说你长途驾驶的话，如果发生了扎胎的话呢，补胎液呢是可以使用的。这个是一个放电东西，因为这也是比亚迪一直有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就是我不仅仅是可以通过充电口去充电，我还可以去放电，是250瓦16安的这样一个插头，那最大呢支持到4000瓦的状态，4000瓦的火锅啊，的确是问题不大，就看你这个电池啊能不能够经受得住了。带女朋友出去玩，做一个比较浪漫的，看看电影啊，什么弄个花灯啊，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你要出去玩还是可以去用一用的。我们把这个发泡的板拿起来之后呢，下面呢并没有额外的隔音棉了，但是呢会看到还是有非常大面积的指刃板的，并且呢也是会看到它原先去给你准备的备胎位置的这样一个孔，所以说这台车油改电的这种可能性呢还是多了一些啊。外面就跟小伙伴去聊这么多了，然后看看这台车里面到底什么样的。好，我们现在回到车内啊，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这个车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可玩的东西啊。这个车啊可不简单，俘获了很多小姐姐的芳心。4门都是一键升降的，前侧啊2个玻璃呢也是中间夹层的玻璃，后面玻璃呢就是普通的玻璃了。当然这种玻璃呢好处就是它的隔音效果会更好一些。后面呢是有2个儿童锁，我觉得这个啊鼓掌鼓掌，我觉得这做的特别好，就是两边是分别控制。比如说啊，您的小孩坐在右手的后边那一侧，那您呢
直锁那边就可以了。大人呢坐在左边呢，不会说啊每次还要你去摁一下，这个单独控制啊，我觉得特别好。好，再往上呢就是4门的解锁，然后再往上呢是反光镜的调节，并且呢有反光镜的折叠，这块的摸起来呢位置也是 OK 的，是因为它的门呢整个算是比较大的，并且呢它往前延伸也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呢我的手啊标准坐姿往上一搭，就是它的按键的位置，控制门窗的话呢也不会特别的别手。再往前呢会看到后尾箱的一个控制开关，然后往上呢会看到有2个座椅记忆的控制开关，再往前呢是它的一个音响的装饰壳啊，它的音响呢这个牌子我还真没听过，这是第一次啊，是 DIRAC 是这样一个品牌。这音响啊，就是总的来说呢还行，没有让我感觉到特别出彩的地方，但是我还会说啊，比一般的喇叭呢还是会好听不少的。方向盘呢依然是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它的左侧呢主要是定速巡航这一块，并且上面是有2个单独按键的，跟定速巡航就没有关系了。最左侧这个按键摁下去，360度的影像就打开了。往右边啊，这也是比亚迪惯用的，也是它非常引以自豪的一个功能，就是大屏的旋转按键，它放在了方向盘上，然后一摁啊，这个屏可以旋转。这也是我印象中啊，全世界所有的车只有比亚迪现在在屏上面啊转来转去的。但是这块呢，这2个功能其实不是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我的关键是什么呀？方向盘上面放的永远是你的使用几率最高的这样一些按键，例如说下面的定速巡航，就是你在开车过程中你是要去控制的，例如说音响的控制，我觉得这些都是没问题，包括说语音识别使用率是比较高的，像这个按键啊，我还是持有保留的意见的。下面呢是定速巡航这一块左右2个区域，右边这个按键的摁下去呢，就是把定速巡航给打开或者是关闭，然后呢右侧这个啊就是取消掉。它有一个会让你有点迷惑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中央这个按键有一个标识之外，它的上下是有复位和加，然后设定和减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它的标注的意思是你上推和下推这个按钮的，但是呢，很多小伙伴啊会误认为右侧是2个按键，不是啊，右侧只有一个按键，是上推下推，往上推是复位和速度加，然后下面呢设定和速度减。具体怎么用，就是我们把定速巡航打开，达到一个速度的时候呢，摁下先设定，设定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定速巡航了。当然这台是有 ACC 的形式啊。右侧呢就是2个 ACC 自适应巡航调整的这样一个按键啊，也是4档可调，它的标识是标注的特别的不清晰，它上下啊都是冲外的箭头，它如何去标识哪个是远哪个近，它是用了一个箭头中间画线的长短，这个呢你使习惯了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说对于新手而言，就是它的这个标识是特别不友好的。具体啊是往上摁的时候呢是距离的缩短，下面这个按键呢是距离的增加，它2个图形实在是太像了，只不过用了一个区别非常小的这样一个东西去区分了这2个功能，我觉得这块是需要去改进一下的。好，右边呢就是多媒体和行车电脑这一块啊，用起来吧也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始终就会觉得特别的别手。首先呢，你在最左侧这个按键啊有一个返回键，还有一个小菜单啊，摁下去以后，你可以在中央这个全液晶仪表盘上面呢会看到有很多的选项啊，摁左右呢可以去切换的。我跟小伙伴去念一下啊，有这个仪表盘的样式，然后有一些耗电呀，就是那种常用的一些数据啊，这个是有的。当然呢，我们可以用中间这个滚轮呢看里面更多的信息，然后是有空调、风扇的速度，就几档风速，然后还有一个温度的设置啊，然后呢车速提醒的一个开关，历史故障，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比亚迪一直在用的啊加速计时器。怎么叫做用起来会比较蹩脚呢？第一呢，它把很多我会认为没太大用的东西放得过于集中了，它的整个仪表盘能够让你去切换显示位置就中间这一块，而且剩下的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我觉得这个是极大的浪费了空间，所以说你才会把那么多不太相干的东西全部给放在一块了。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在各个不同的位置去游走，就是中央显示这个东西，我觉得的确给了你很多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的表现方式它没有特别的动脑的，它没有更好的通过合理的展现方式去给你展现出来。行，这个就是方向盘啊，方向盘也跟小伙伴去聊到，我要吐槽一个地儿啊，就是左下侧呢是有一个零钱盒的，它的开启呢不是说像其他的一些车型，它是直接拉开就可以了。这台车呢，它的思路是很好的，就像一个触动开关一样，就是你摁一下，它可以
打开有一个阻尼，然后慢慢的滑下来。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呢，您要是想做这个一摁就打开，那麻烦您把这阻尼做得好一点，行吗？我一摁，您就开小口，就跟那个河蚌似的，我伸进去你是咬我啊，还是怎么着啊？还有一个呢，这个零钱盒在这个位置，你就不应该用这种摁下去弹出的这个逻辑。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啊，只要您的膝盖是弯的，你的膝盖特别容易去顶这个盖儿，特别影响驾驶的，是因为你一顶开，把它开了以后吧，你的腿就开始去蹭这个东西了。你总是开了，我用手再推一下，会特别影响驾驶。紧接着就说说这个大的屏幕啊，并且是这种立起来了的这种屏幕啊，能横能竖的屏幕呢，也是比亚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我的观念呢，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是不变的。它太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宣传点去做了，就是我还会说这东西吧，它的实用价值到底有多少？它这个呢，就是一个安卓的一个 Pad， 相当于什么呀？您买那个大安卓的 Pad， 对吧？哐往这一放，道理一样，没什么区别，仅仅是它自己的几个程序呢，横屏、竖屏适配的比较好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app， 比如说啊，我们举例的地图，它用的是百度，也可以用高德。只要说百度地图它能支持横屏、竖屏，哎，它就能支持横屏、竖屏。它呢也是可以去左右拖动的啊。主界面呢是由3个你最常用的程序去组成的，当然这个程序呢你也是可以去更换的啊。往右推的时候呢是车的一些基础的东西，例如说你的耗电呀，例如说你的里程啊，包括说一些它的本身的服务，比如说在商城啊有什么4G 车载服务啊，叫做 iCo 服务啊，流量管理啊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个页面呢，你跟小伙伴去看一下流量的价格是多少。那也是有叫4G 服务基础包，包月1个月1个 G 9块钱，我觉得也还行，不听歌什么的话呢，基本上也就够用了。最贵的都是2年包，1个月4G 的流量是379块钱。从价格来说呢是不太贵的，但是和现在流量的整体的价格来说呢，可以再便宜一些。好，那下面呢也是有一些什么智能管家、流量的控制，还有一些应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大往左滑呢，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app 了，你还是能下的，里面是有比亚迪市场的。我给你点一下，大家看看比亚迪市场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抖音就别说了，什么高德，什么网易公开课、全民 K 歌、全国违章检查、墨迹天气、哔哩哔哩，基本上安卓有的 app， 这个呢基本上是都有了，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它里面有很多可以支持视频的 app， 但是我想说什么呀？按理来说，车只要一开动，是不能够允许有任何的影像播放出来的。后座呢，您随便摸，前座真的是不可以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大家把这种潜在的危害都不去避免了。说您要是真的说有责任心的话，我又想让你用，起码说您在设置里边，你设置一个，我是不是同意开车过程中可以看视频，起码是一个成人应该做的事情。这车倒好，没有任何阻挡，您想看看，您想干嘛干嘛。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并且呢，必须要跟小伙伴说一下啊，这个车特别亮眼的一个功能就是噔噔噔噔，我竟然从里面掏出了一个麦克风，因为它里面有全民 K 歌。当然呢，这个麦克风呢，已经让我们的同事的女性家属已经直接给玩到没电了啊！也是有一个小的 USB 接口啊，其实这都是一个第三方的。插上以后呢，哎，就可以去识别你这个麦克风啊，的确啊，是可以在这个特别无聊的路程中呢，添加了很多的娱乐的时间，并且呢，它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就是你可以敞着开的唱，俘获了多少小姐姐的心。带小姐姐出去游玩一番，看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们不要去人多地方，咱俩去一个2人世界，我请你唱歌好不好？这个呢，真的是一个挺好一个利器，我会觉得。比亚迪，咱们先不说别的行不行，就在这种跟车本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真的是做的是特别的好啊，真的是 wonderful 啊！我们的确啊是也提倡呢，可以有一些更新颖的东西出来。唱卡拉 OK 这东西吧。其实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东西。说实话，您要想唱呢，您随便去某宝买一个100多块钱的一个麦克风，包括跟那个手机一连，像一个 app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它就是把这个东西呢给组合在这个车上。我不得不说，人家呢在这个娱乐的方面呢，真的是啊越走越远。但是说呢，多在正经的地儿用点力，好不好？对吧？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是呢，您把劲儿呢用在正确的地儿。
会更好一些。然后呢，回来说这个 App 啊，像安卓呢，其实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一个操作系统。这个车呢是有很多的 App 的，并且这种 App 呢，其实更多的是没有为这辆车去适配。安卓手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手机，包括说有很多的 App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例如说病毒也好啊，盗取你的这个账号也好啊，包括说央视啊、315啊等等都会说这些东西。其实安卓在使用过程中是要极其的注意一些的，潜在的安全性问题有没有？我会认为是有的。就像这种开放的状态下的话，并且这是一辆车的集成化是越来越多的，之后的会有各种什么辅助驾驶、主动刹车这些东西，会不会有相应的底层的安全隐患？当然说呢，小伙伴可能会觉得，那你为什么不会说像其他车一样，就是你做一个自己的车机去拿别人的数据就好了？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车机而言，应该是厂家有着绝对的主导权。如果说您想用地图，例如说我们前一阵拆的标致508，人家就这么做呀，我用的就是高德的地图的数据，但是所有的运算逻辑，包括说我的界面什么的，完全是我自己的。但是说这个呢，一切都是有代价的，人家凭什么白给你数据？都要是花钱的。但是像这种情况下，都是你随便用，对吧？我比亚迪一年我能卖多少装机，是不是？人巴不得求着你来装呢？就是你是要求量多，还是要求做的精？这个是两方向。很显然的，比亚迪呢做的是量大啊，这个里面真的是什么都有。下面呢就是空调的2个出风口，然后再往下呢是一个盖板啊，打开以后呢是有2个杯架，然后呢有2个 USB 的充电口，然后再往里呢是手机的位置啊，这个手机位置特别靠里的，我个人还挺喜欢的。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它的档把，这个呢我要吐槽一下，档把首先是电子档，P 档呢在顶端，按钮没有问题，然后呢换挡的解锁在最左侧，按下去以后可以在 D 档、N 档、R 档之间相应切换。它这个档把呢特别的矮，挂档的时候啊，当然说你这个取决于您手抓东西的一个习惯，如果呢您是喜欢兰花指去抓的话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像这种兰花指，轻轻的摁住解档，然后呢一拨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如果说呢您就是这个老爷们儿啊，我抓东西就是一把抓上去，您一挂地档，哎呦就直接就碾了小拇指了，因为它这个缝码特别小，并且呢挂的时候吧会压手，您要是再粗鲁一点，别很疼的，您把档把呢稍微做的再往上一点就会更好一些。然后呢下面呢是启动的停止按键，它里面呢还有这种类似于像钻石的切面，然后导致呢再去晃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钻石的切面会反射启动停止的这一个字，里面像有一圈铭文一样，一摁下去直接这个车就解封了，然后呢我就能上天了，然后再摁这个车又被封印了。设计这个按钮的小伙伴一定是孔雀王的忠实粉丝，有点这种感觉啊。再往后呢是电子手刹，双闪在最左侧，然后呢是车道保持的按键，然后呢自动泊车的按键，然后是 Auto Hold 的按键，回馈呢就是回电力度的调节，它有2档，一个是标准力度，还有一个是较大力度啊。右侧呢是声音的大小，然后再往下呢是自动空调的开与关，再往后呢是前面的出风挡。那当然呢它的空调呢也是在屏幕的下面呢可以有更多的设置，比如说前面座椅的通风和加热，然后呢是叫做滤净啊，就是绿色的绿，净化的净，就是空气净化这点东西。然后包括空调的设置，空调设置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例如说蓝牙通话自动降风速，比如您现在风很大啊，嘚嘚嘚一个电话过来以后，风速降低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呢，驻车自动循环，然后呢，什么遥控开启空调的时间，这个里面非常多啊，我就不挨着个说了。除了这些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这个负离子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就是让空气中的离子带有负电，然后跟空气的脏东西相互的贴合，然后呢，去达到一个空气净化的这样一个目的。当然呢，如果小伙伴呢想要更好的去除车内味道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商城，我们有一个专用的车内清洁空气的这样一个装置。再往下呢，还有一个按键，它是一个雪地模式，按下去以后呢，在中央的屏幕上面呢，还是会有一个像雾蒙蒙的雪一样画面去表示。右侧呢是 Eco 和 Sports 2个模式，这2个模式的切换，从仪表盘的 UI 这一块来说呢，是没有任何停顿的，就是反应非常快。有些车型你去调各种驾驶模式的时候呢，它为了让你的界面呢
去变得好看，它把它 UI 呢这个变化呢做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它的电脑呢就处理不了这么快，就让你感觉到特别费劲。我都调2档了，第一个档还没调过去呢，这个就不会，就是你在 Eco 跟 Sports 模式之间的基本上是秒切换，不仅仅中央的仪表盘是可以瞬间变成了不同的颜色，并且在中央这个大屏里面，它的背景也是会有变化的。起码说在机能处理这一块，这台车做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是很流畅的。然后呢，顶端是有一个大的天窗，然后呢是有触摸式的阅读灯，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眼镜盒啊。前面呢还有一个摄像头的，它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在前面摄像头呢，装了一个物理阻挡。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自己隐私的一种方式。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用料吧。首先，门的上面顶端呢是一个皮革的材质，然后是那种比较硬的啊，但是一摸起来呢肯定是皮革的。中央这一块呢是一个木质的饰板。好，再往下呢是镀铬的饰条，这个镀铬饰条用起来还是很惊心动魄的。镀铬用不好的话，还是会起到非常不好的效果的。但是它这一条的话呢，我个人啊，我觉得很 OK 的啊，并且这一块其实和奥迪的一些车型的这种造型是有些相似的，尤其是这个木纹的应用，高级感也有，豪华感吧也有，并且它的出风口呢也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然后并且中间是大屏等等这些东西。就说了这么多啊，小伙伴们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车好像似乎在其他车上我也能够找到类似的痕迹呢？例如说啊，中间这个大屏，谁先玩大屏啊？特斯拉呀，是不是？所以说呢，人家作为大屏，但是呢，人家这个大屏啊是能转的啊，这个不得不说，人家也是玩出天际了。然后中央的这一块，它的出风口和它的喇叭这块有没有点像奔驰？就是奔驰柏林之音，它那个喇叭的罩，这个是有点像的。然后它这个木的饰板呢，有点像奥迪。所以说呢，这个辆车啊，内饰集成了德国高端 BBA 的大成，然后混合在一起，给了你这种天堂般的感觉，加上非常本土化的卡拉 OK 啊，让你在里面这个唱起歌的时候欲罢不能。你看我像不像奔驰？你看我像不像奥迪？你看我像不像特斯拉？你只要坐上我的车，你想要啥就有啥。当然，比亚迪呢其实也是很聪明的。其实你可以看比亚迪之前的设计都是自个儿捣鼓的啊，所以说呢，人家请了德国的工程师。所以说呢，你看啊，有奔驰，然后呢这边是奥迪，还是可圈可点的，就是让你一坐进来，感觉这个车很贵的这种感觉是能够达到的。这块是一个软性材质，然后皮革的有相应缝线，这块呢也都是一个皮革软性材质。这块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钢琴漆面的饰板，并且呢里面有灯的啊，然后晚上呢还是有呼吸灯的样子。然后往下呢是有2个不同材质的饰条，然后再往下呢是一个皮革软性材质，手套箱呢也是一个软性的材质，中间呢是这种木纹的材质。总体来说，材质分布还是很高档的。如果评分的话呢，7分到8分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来说，手套箱这块软性材质用的是不太多的，因为一般来说只有豪华车用的会更多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车内的这种氛围灯啊，也是挺多的。前面呢也跟小伙伴去有聊这么多啊，包括说坐姿啊，什么座椅啊，都还是很舒服的。空间呢也都是没有太大问题。右侧这边呢稍微的有一点点挤，行，其他的呢就没有什么太多东西了，依然是大冰块相应标准的坐姿。那我们来看看这台比亚迪汉的后排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么现在也是后座啊，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也是一键的升，一键的降，触碰式的阅读灯，前面呢是空调的控制区域，也是有2个出风口，下面呢有一个220伏的一个电源啊，在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呢也是有我们俗称的老板键，是可以控制副驾驶的前后座椅的。对以前比亚迪比较了解小伙伴呢，一定会知道啊，就是比亚迪呢是为数不多把这个座椅调节放在门板上的厂家。在比亚迪汉上呢并没有看到这一个啊，就是因为它的座椅调节位置呢又回到了传统的座椅边上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台车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和之前的比亚迪自己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推翻了重来的。比亚迪呢只会表面的
去做东西，大家可以去仔细想这个东西。你不是觉得我不高级吗？是不是？把按钮给你放上面，我告诉你，奔驰也在那儿，你看我高级了吧？把东西呢都做到表面上面。但是呢，德国工程师一来，虽然说我们是非常的了解车，看到了有些地方像奔驰，有些地方像奥迪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对于一般的用户而言，一进车内，从内而外的高级感是那些只会想着把一个按钮做得像谁那种是永远是达不到的。所以说呢，还是话啊，没有花钱的不是，重金请来的大牛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车样的就是不一样。该怎么说怎么说，比亚迪汉一坐进车内，那种质感是以前所有比亚迪都不可能达到一个高点。工程师真的该怎么说怎么说，还是佩服的。但是呢，别的都挺好，就是您这个后排调空调的一个按钮，您能不做的这么山寨吗？黑的面板，对吧？白的字儿。还配红，就像是10年前的小天鹅洗衣机的控制面板，这个实在是太煞风景了。它也是风向啊、风力大小啊、温度也都是可调啊，所以说这是一个3区的空调，也是一个手的触碰的形式。它的座椅这块呢，还是有一个钢琴漆的装饰条。其实基本上在座椅上去下这么大功夫的啊，起码说 A6 这个级别的车，其实这个车整体感觉还那话真的还是挺好的。然后呢，有一个鼓包，大概是2个手指头关节的高度啊，只有一点点。中央呢也是有扶手箱，有相应的杯架，后面呢有一个绒布毛的一个储物空间啊，还是有2个单独的手机充电口的。那也是后边可以有一个单独的盖板，可以去通向后面。头枕呢都是3个，都是完全独立的头枕，并且呢中央是有骨架的。后排座椅呢是不能够放倒的。座椅舒适度啊，这辆车无论是前面后面呢，我还是给予好评的。尤其是后面的座椅，它是有一棱一棱的感觉，就让你坐上去的时候呢，你后背更容易陷在里面。沙发级别的后排座椅，这个一点都没有问题。它的角度、座椅的长度，我觉得起码给到一个8分。空间呢也是很大的，然后前面呢是大冰块一个标准坐姿嘛，然后我现在也是完全的靠在座椅上面，头顶呢还是会有一定空间的，1、2指左右吧。我的腿呢大概是3拳左右，我们稍微的做的贪婪一点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问题啊。2郎腿妥妥的也能翘起来，因为毕竟车轴距跟车长在这儿的嘛。对于一个车而言呢，外观内饰也仅仅是一个叫做敲门砖，最重要的它的开起来感觉到底什么样的，包括说这台用的刀片电池的比亚迪汉真实的续航里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明天剩下关键想跟小伙伴去聊的话题。好，今天呢大飙车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说自己做主大冰块，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那我们明天比亚迪汉的视角再见，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